Hello， 大家好，今天登场的是猫咪形状的圆筒束口袋。那这个圆筒束口袋呢，其实它容量就是相当大，但是重点是束口袋我们常常见，但是是猫咪形状，然后还有尾巴的就不少见了吧，对不对？然后呢，上面就是一个那个束口袋嘛，然后本身呢是一个椭圆形的底，所以它的容量相当大。然后呢，它的有可爱的这个小肉球。但是呢是要手缝，那我做了不同的颜色，有粉红色、水蓝色，然后还有这个棉麻的，然后每一只猫咪我都觉得加上那个肉球之后，其实你不要缝这个也是可以，但是加上之后就更可爱了。那前面是有一个外带，后面有一个后带，后带会连接着它的尾巴，所以它这边蓬蓬的就有点像它的小屁屁，是不是就是金钩锥？然后我还没有推出，就是我刚做好，我女儿就把它背出门了，因为她觉得太可爱。她背到台北去找朋友玩了一整天，回来跟我说：“妈妈，这个东西真是棒。”因为呢，她觉得它这个袋口有够大又不会过大，好，就是刚刚好。所以呢，像它前面这个袋子，我本来是设计是可以放手机，好，然后呢后面也可以说直接就是快拿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也可以直放，然后拿起来。结果呢，它也没有说真的放在里面，他说他什么都是往中间丢，包括他的钱包啦、那个面纸盒啦、什么蛙哥，他都是往里面丢，然后丢进去之后，把它束口袋一束，要拿的是他也没有束他就说他就这样子，然后随便捞，因为他的是短夹，那我是要告诉你们说，这个是我长夹也可以放进去，那它的是短夹，所以都是在这里，但是不会找不到，因为只要手一摸进去，马上就可以拿到。他说非常非常方便，最主要是背起来很可爱，好，所以他就是他，因为我也帮他做了好几个包包，他挑了一挑，他说哇，新款的这个真的很棒，而且带出去一整天啊，这个猫咪就陪他一整天，让他整天都有好心情哦，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做的就是这个猫咪的这个束口袋，我自己觉得超级可爱的啦。那它的做法也不难，好，但是就是多了一个立体的造型，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包包呢更加的有变化。好，所以因为我们前阵子做了各种动物嘛，有狗、有刺猬、有还有什么，有兔子啊，有什么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这一只小猫咪。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它有哪些东西。它的版型有点怪，因为它需要立体，立体的话它的版型就会怪怪的。首先呢，束口袋就是棉绳有2条，然后这是低循环的袋子，然后尾巴后面我刚刚说圆圆小屁屁的袋子，前面的口袋，袋身的前面，袋身的后面。那后面呢，我们有一个记号，就是要那个什么，放那个后面的口袋，所以有一个记号线先画好。那一点的这个记号线呢，就是你要缝它的五官，也可以先画好。如果你不想缝它的五官，不想缝它的肉球，都可以，这没有一定要缝，只是缝了就会更形象化。好，然后呢，还有什么？它的贴边，耳朵的贴边，还有袋底2片，那我都是有贴后部衬，让它袋子更挺。然后这个是贴边，还有束口袋的2片布跟它的里袋身，全部的材料就这样。还有一个这个背带，那背带我就先车起来了。如果你要看背带怎么做的话，只要前几篇的影片里面有背带的，你都可以去看看哈。应该就是因为什么这个我先车好，因为等一下又要教刺绣，又要教那个缝那个肉球，影片可能会很长，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先做起来了。好，就这样子，我们就来开始来做这个猫咪的袋子咯。好，在制作之前呢，我们必须先把它的这个鼻子啊跟它的胡须先缝起来，好，那免得那个之后要缝不好缝，好，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叫做缎面绣。现在想一想，我好像以前我也曾经有这个缎面绣的这个另外的这个影片，所以就是直接把这个鼻子的地方填满，就是横向的，然后你画一个记号，不管你猫咪的鼻子想要用三角形、四角形、爱心形、圆形都可以，我们就是把它缝起来就好了。那我们就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帮他缝嘴巴哈，那你也可以帮他缝眼睛，都是可以随便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要缝哈。那我就是缝给大家看，说，哎，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步骤呢，先要把这个鼻子跟胡须先把它缝起来。那其实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小动物啦，我们家之前有养猫咪嘛，我们家的淘淘，还有现在有养狗狗，我们家的 Puffy， 所以对我来说，这些生活上出现的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呢，就是我的创作灵感啊。虽然我们家淘淘就是已经寿终正寝了，18岁，哎，真的每次想到它就是很怀念。好，那这个结呢，我们要打大一点哈，才不会说不小心勾到脱落了。好，我们把这个结打大一点，那这个鼻子就缝好了，然后接下来就要缝胡须。那胡须的话就很简单啦，就是几条线哈，把它拉过来拉过去就好了。那一样把结打大一点哈，才不会那个不小心稍微 K 到哈，它的线就断掉了。好，来胡须给它缝一下。那胡须你要缝直线哦，3条直线，还是要缝4条，还是要5条？胡须都随你便，你自己的猫自己决定哈。那我们我就是缝一个基本的。那胡须也可以，你知道有些猫哈，胡须是卷的，啊，你也可以把它缝成这样凹凹凸凸，那个你也可以缝那个卷卷的那种弯弯曲曲的，也是可以，就是发挥你自己的创意啊，去缝你的猫咪。但是猫咪的这个表情呢，就是在于你缝出来的那个感觉啦。好，你缝的那个线条会有这个猫咪自己不同的个性的感觉。好，所以我们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去缝。我这条线好像眼针真的快要不够，哎呦，快要不能打结了。哎呦，刚刚好哎！哇，碎啦！哎，我有看人家那个在教说那个什么这样要怎么打结，可惜我不会用。好，没关系，我就是直接把这，所以你们那个我有附那个绣线哈，不会就是你们我这个是用3股线哈，不用缝得太粗，所以那个你们绣线呢附的应该都够用哈。来，所以你不要鼻子缝了好大一坨，然后才说绣线不够用哦。啊，就是说我自己这条线是那个之前剩下的，就把它拿来用了，拿来缝一缝。好了，等一下我再慢慢的打结，然后，我等一下再慢慢打结。总而言之呢，就是它的胡子呢，就是脸就是长这样。好，我的猫咪呢，胡子打结打完了哈，然后就你的五官就是随便你自己想要做怎样都可以。接下来我们来车这些哩哩扣扣的东西哈，把这个线哈换好，然后我们就来车它了。来开个店。好，这个是低循环做法，就是跟背带一样，就是把它折起来。好，所以我们的背带也是这样子，把它折起来车就可以了。来一把，那低循环也是折起来，低循环带哈的布料也是折起来，然后就这样把它压线压起来，之后要备用的哈。那我都会车长一点，然后多余的再把它剪掉。那低循环有2个，所以我们要把它至少剪的2个长度来备用，这样。好，然后嘞，前面的口袋我们要先车起来，我们就把这些什么口袋啦。什么无为不为啦，提袋啦，挖个蛇啦，全部都先把它车起来。好，那这个前袋呢，就是袋盖的部分，袋口的部分把它车起来。那因为有弧度就要干嘛？就要剪牙口，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把牙口剪掉。那在这之前呢，我们有附一个布标，你们可以先把布标先车上来。那因为我布标先车上来，是因为
那个我刚是用白色的线车，那我就先把它车起来，然后现在这样我就不用这边换线换来换去。好，然后我们车完之后呢，就把带口压0.1，哈，让它固定一下。带口车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先把它车到这个前带身来。那前带身呢，你也最好中央线要先做好，哦，让它底部呢对齐一下。那左右会有点，你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往上跑的感觉，有没有？就这里，哦，好像到它嘎吱窝，但是其实没有，因为嘎吱窝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带底呢，中央线先把它夹住。好，然后呢，口袋要从这一面开始往这里开始往这边车，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带身呢是圆筒的，如果你这边没有稍微固定，它到时候会开开的，所以我们要稍微往内推之后，好，记不记得我们之前都会说外带要让它有点松份哈，你等它做好的时候它才不会背住，所以我们稍微往内推之后，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它的缝指点，好，开始把它固定过来，然后这边也是，好，然后再稍微往内推，好，让它在这里有点开开的，然后再往上面车，这样子呢，你的如果你要放手机的话，就是直直的、狠狠，先直直的进去，然后再跑出来，再狠狠的放。我下面没有固定住，好好笑哦，怎么会这么夸张啊？整个超歪的，太夸张了。因为我会看左右的那个对齐，我布料有时候没剪齐，我就想说，反正最后我再来修就好了。被发现了。好，那趁现在修一下，好像这样子。那你的两边的这个口袋高度，要一样。你看修完就刚好一样。刚刚剪布之前剪布根本就乱剪一通，太好笑了。好，这样中央线重新做一下，这样我们的前面的口袋就做完了。接下来要做后面的口袋。那后面的口袋呢，就是因为有屁屁圆圆的关系，所以它会有折子。好，那我们就先把折子车起来。那多余的缝份把它剪掉，这样它才不会太厚哈。那你车这个折子呢，最前面这里呢一定要车到哦，就是说不要车到快要剩0.1呢，你就给它缝直了，好，你一定要车，一直往前车，勇往直前，一直往前车，这样你这里才不会产生一个小小的那个凹洞，哈。就会变成一个小酒窝，好，我们就要把它那个车到最后。好，这样子之后呢，里部也要车，里部的折子也要车。好，接下来我们就把带口先车起来，我们的反口会留在侧边，哈，我们先把带口先车起来。然后嘞，先做一个压线，接下来呢，把它这样往下折之后呢，我们再来怎么样留一个反口哈，然后开始从这一面看，好，留一个往口上反口之后再往下车，好，先车个1.5公分或2公分都可以哈，这样。然后呢，留一个反口，再继续往下车，把整个袋子车起来，好，把整个口袋车起来。那缝份呢，往中间倒，表部的缝份往中间倒，里部的缝份呢，就往另外一边倒，往旁边倒。这个就叫往中间倒，往旁边倒就是另外一边，就是这个就是中间，缝份要往中间倒。
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整个袋子呢车一圈。车完之后有弧度的地方一样要剪牙口。然后再从刚刚的这个反口的地方呢，把它翻到这边来。车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哈，就是会让你心情很好啊，就是那个你就会觉得你一步一步的哈，把它们从幻想变成现实，哦，就会蛮开心的。这时候你也可以先去用那个熨斗呢，先把它烫一烫哦。等一下我们要压到那个袋身的时候呢，会比较好烫，会比较好车啦。这样，好像这样子，好，我们的这个后面的口袋呢就完成了。等一下这个侧边压线的时候就一起压就好，这样子它就有点蓬蓬的这个弧度，就是小猫的屁屁。好，那你不要急着压到那个袋身哦，因为我们还有尾巴还没车，所以我们先来车尾巴。那猫咪的尾巴呢，就是常常这样弯弯的这样子摇来摇去哈。有时候我之前就是像我们家淘淘以前就是会很休闲的坐在椅子上，它就坐着，好，或者是窝，应该是算窝着，然后尾巴就缓缓的动。我们 Puppy 就是会去抓它尾巴，那狗狗就是皮。来，然后呢，有凹的地方要剪牙口，往外弧的地方也要剪牙口。接着呢，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去。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从这里张开，然后用你的大拇指用你的食指有没有把这个猫咪的尾巴往内推？好，这样往内推。那如果你觉得食指会痛痛的，就拿出你的万能小竹块，好，把它这样子慢慢的推出来，顺便把这个弧度呢也给搓出来。好，猫咪的这个尾巴的这个弧度也给搓出来。那你可以像这样子，刚刚那个什么那个口袋是不是要先烫？我们可以拿出那个小熨斗，好，给它快速加热一下。我去拿一下熨斗布哦，等我一下。好，把它开到紧绷哈，它就会亮灯，一下子就烫了。我拿一个熨斗布，熨斗布。然后呢，我们的尾巴也可以先稍微烫一下，所以小熨斗真的很方便。那一天我们门市有一个小男生哈，跑来买那个学校要做作业的材料，他就问我说：“这熨斗好不好用？”我就跟他说：“真的是超好用的。”然后他也发现说：“国外的那个电压哈，还可以带出国去用，真的是棒棒。”好，尾巴好了。接下来这个口袋呢，我们也是稍微烫一下，等一下会比较好车。哦，它其实还没有到完全热哈，所以它灯还亮着。但是呢，我就想说先给它烫，因为它其实已经蛮烫的了。那它也可以加水哈，就会有蒸汽啊。只是你知道怎样吗？这个东西哦，要加水这个事情，我已经讲了大概1200次了，没有一次记得去加。反正它这样干干的烫也很平，好，就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烫一下。烫一下之后呢，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压到袋身呢，就会好烫很多。那你们的话还是记得去加一下水，有蒸汽的话会更好烫。但是小心它温度真的够高，所以不要小看它，好像很小一只，不小心烫到自己，千万要小心。好，我们这样子之后呢，我们就来把它的身体呢这个拿出来。然后把尾巴放在正中央。好，那尾巴你要往左摇还是往右摇，就随便你。好，总而言之呢，你的尾巴就是好，尾巴是看你要这样左边还是右边，都随便你，你喜欢就好。然后就把它放到
正中央。那我这里有画一个那种浅浅的这个记号线，我们的版型上就有这个口袋的这个形状的记号线，我们就把它那个剪起来哈，把它放在上面画起来。好，然后呢，把尾巴放好，然后把这个也对好，中央线也把它做出来。好，用那个粉土笔，粉土笔把它做个记号。好，然后正中央对好，然后把尾巴夹车在中间，这样子把它车起来。好，那我们就来车咯。那我们有记号线嘛，就是要把它对齐，然后下面对好。那最好的话，你是用那个什么珠针啊，珠针给它固定一下。好，那我们就珠针拿出来，把，我根本没插到下面啊，写的确细，这个歪掉了，这样，然后再，嘿，好，这样子，然后把它固定好，我们就可以开始车。好，车的话就是一样，沿着这个边边0.1哈，开始车它。可以，然后嘞，它会有点跟它会有点蓬起来，因为那个我们前面的带子有折子哈，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哈，前面的带子有折子，所以不会刚好平贴啊。如果你平贴的话，你的带子呢，你的这个口袋就变成很平面，它就不会这样蓬蓬的了。所以这里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咯。那当然，你的尾巴也可以夹车在你的口袋中间啊，但是我是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想要把它车在这里。不然你也可以说车那个口袋的时候呢，就把它夹车在中间，好像会更好。好，你们也可以自己做做看。好，觉得说要夹车在中间，好，还是要像我这样子压在外面都可以。然后就来慢慢的车起来。会，好，我们的这个后面的口袋就完成了，然后它就会像这样屁股蓬蓬的，有没有看到？好，就侧面就屁股蓬蓬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车什么东西呢？要来把它车起来了。那车起来的话，我们是要从侧边这里开始车。那手掌的那个肉球我是最后才缝的。那我们这个要车这个的话，要把前片跟后片的手收呢，把它对齐好，好像这样，它会有点斜斜的，是正常的，因为它版型的关系哈。因为如果你是用这个直直的，好，我的版型如果是直的，它的手收就会往左右两边平平的、水平的张开，就不能有向前拥抱那种手收向前的感觉，像这样子。好，像手收向前的感觉。好，那如果你的那个剪接线呢，刚好在侧边，它就会这样子，看起来就呆呆的。好，那我就觉得想要它这样手收有一点这样环抱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版型就做一点点调整，所以它就会像现在这样有点斜斜的了。好，然后呢，再来就把它车起来。好，跟着这个弧度跑。然后就慢慢的车过来，然后到胳肢窝的那个点，你一定要车到哦，哈，这个点一定要车到，然后再继续往下车。车完之后呢，这里要剪牙口，那你要分层剪会比较好剪一点，因为不然它布料有点厚，我们就要分2层去把它剪到胳肢窝的底下，然后这个弧度呢，我们就剪牙口。然后手收的前面也是弧度，对不对？所以呢，也要剪牙口。
好，这样子就是单边，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要这样车。好，就把它弄成斜斜的，然后它就可以对得起来了。其实这块布啊，这个猫咪的布我剪完很久了，因为我中间又跑去做那个宽支带的那个托特包，哦，然后又跑去做了一个那个透明带盖的那个斜背包，然后这块布啊，我就一直放在那边，因为就觉得因为这个要教哦有点麻烦啊，又要教刺绣，又要绣肉球，我就觉得有点刚刚紧麻烦，我就给它压走，压到最后今天才教。所以就是那个，反而是我其实前2个影片我都拍完了，这个是最早把那个其他的做好，然后最晚拍教学影片的人都会这样，有点逃避心理。刚刚看他不难做，但是他教的时候比较麻烦，要讲的细节比较多啊，然后就会想说，好，最后再拍就好了。好，一样哦，跟刚刚一样，该剪牙口就剪牙口。好，这样剪完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做的是中央线的部分，不要急着先把手翻过来，不需要哈，因为我们还要车一个带底，然后我们可以把这2片好把它对好，我们就知道中央线在哪里，对不对？尾巴把它收起来，中央线在这里。好，中央线没有错之后，左右中央线没错之后，我们把前后的中央线，好，这个刚刚的中央线对齐，再把侧边的中央线做出来。这样4个中央线做出来之后，等一下我们要跟带底缝合的时候呢，才不会遭尖哈，我们才不会歪掉哦。所以我们带底呢，中央线左右上下左右都要做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跟它一起缝。那我们要跟它一起缝，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带底是椭圆形的啦？那椭圆形就是要怎样？就是这个带身要剪牙口，所以我们就是先把牙口先剪好，好，这样等一下就不用很麻烦，要一边车一边剪。我们把预知，反正这个一定会剪牙口的地方呢，我们都先把它剪好，小心不要剪到猫尾巴哦，也妙，它会叫哦，不要剪到猫尾巴。好，我们先把牙口都先剪好。那有点厚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分层剪。那如果不太厚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剪。好，这样子。好，剪完这个牙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跟它一起把它缝起来了。就把带底先缝起来了。好，它有四个中央线，好，我们就把它做好，然后就可以开始车。好，这样子，然后先把它稍微固定，我们就可以开始车它了。来吧，奇怪呢，我还有一只珠针，我还有一个强力甲，包跑哪去？看我现在都要我本来有4只固定放在桌面上的，然后它现在少了一只，我就是觉得，等之后要再来拿，要再去买来用。哎呀，好，我们来车这一圈那个带底咯，这样子。好，把它立起来，把这个带身立起来，你就会好车很多。你不要平平的放，你把它立起来，它这里就会好车，很神奇吧？好，你把它这样子稍微立起来一下，它就会好车很多了。就它的缝份呢，也会很自然的哈，分布在每一个它该去的地方。好，来继续车。那只要你要转弯啊，还是干嘛的时候，就把针插着，然后就可以再把这一面再转过来。好，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带身都立起来？好，立起来就是可以这样子直接抓过来。把它这样子慢慢的车一圈，小心不要车到猫尾巴哦。哦，你的猫尾巴要好好的保护好，不要不小心车到它。
那我们这个尺寸啊，版型上都有有量过来，所以你就是很均匀的把它平均分一下哈，就不会车到说合不起来。要移一圈哈，我们就是这样慢慢的把它这样子挪一圈。那它这个缝份呢，带身的缝份朝后，好，朝后方。然后很快的一圈呢，哎呀，把它立好。这个越垂直的越弯的地方哦，你那个带身呢，就要你的牙口要剪够哈，然后呢带身要给它旋转，它就会比较好弯过来。因为九带布有点厚度啊，所以你就是要这样子做哈，它的那个会比较好车，它的那个缝份会比较好车。但是如果你不够厚呢，你的这种带子做起来的挺度又不会很漂亮，所以就是厚，虽然它有点厚，你会觉得在车的时候要把这张带身弄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好车，但是其实你要这样子车呢，它的挺度才会漂亮哈。这样整个弧度，整个那个圆弧我们就车好了。那车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翻到正面来咯。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手收呢，让它先长出来。好，它的手收现在在里面，好，在这个洞里面，我们就把手收长出来。嘿，把手收从这里这样推出来，把你的大拇指插进去手里面，然后用食指跟中指这样给它往外推，好，它就会出来了。那如果你觉得这样你的手会痛的话，一样万能小竹筷拿出来给它搓出来就好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缝这个肉掌哈，就是到这个看掌的时候，我们要来缝肉掌。好，那它的带身，哎，这有点像百变怪，这个颜色，然后它的形状有点像百变怪。你知道百变怪是什么吗？现在我女儿的最爱。就是那个宝可梦里面有一只百变怪，它会那个变成那个不同的形状，好，这个颜色，然后你看它的尾巴，很可爱耶，对不对？好像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不缝那个肉掌也是 OK 的，就会像这样子，就是没有那个圆圆一颗一颗的这样。好，那我等一下再缝，因为我先把要车的地方呢，先把它车起来。好，那要车的地方呢，就是里部的地方也要车，对不对？那我们里部呢有这个猫咪耳朵跟这个2块这个束口袋的布料。那这2块束口袋的布料呢，我们要车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把它正对正。我们一开始先把它烫好，那个对折烫好，然后我们要留那个束口袋的位置。好，留束口袋的位置大概留两边都大概1.5到2公分左右。好，让你的束口绳呢，让你的棉绳可以比较自由自在的在中间跑啊。好，不要弄得太小哈，就你绳子都拉不动，或是很难拉哈。我们就是不要太小气，让它多一点空间哈，跟人相处一样哈，都要多一点空间，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把它车到这里，缝指，然后再从这里再车。这里也是一样，它应该是直的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剪得这么歪哈，不要问我，有时候我真的是随便给它剪一剪，我都在车的时候在一边修正啊，这算是坏习惯了。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很认真的在那边量尺寸，你们很棒，是我有时候真的比较皮。好，那这样缝完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缝份打开，好，做个压线，让那个棉绳在跑的时候呢，棉绳在中间拉来拉去的时候呢，不会里部不会那个缝份跟着翻出来，所以我们就把它压线压一下。
让它的这个缝缝呢就不会跑出来了。好，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把缝缝打开，然后再来做压线。好，这个车完之后呢，我们要来车那个束口带绳的通道啊，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一个一个通道哈，让它那个绳子才会乖乖的在中间跑。好，那我们就先把它车起来。好，这样子车完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一个呢跟那个里带绳等一下一起车。那我们的里带绳也先把它车起来。好，侧边把它车起来。然后呢，还有什么要车起来？贴边的部分也要车起来。好，贴边这个猫咪耳朵的贴边左右也要车起来。所以要车起来，里部要车起来的东西不少哦，就是有拼接的关系哈，就要把它这样车起来，然后把中央线呢都做出来。等一下我们要把它并在一起咯。这个的中央线我们也把它做出来。好，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车呢？我们要把这个跟这3个东西我们要组合起来。那要怎么组合呢？首先先把这个打开，好，那这个中央线我是早就做好了，哈，然后呢，把它侧边有缝缝的地方，哈，就是这一面，就是跟它有缝缝的地方合并，用强力夹先把它夹住。总而言之，就是要把它车一圈的意思啊。然后这边呢也是中央线把它对住。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车进去里面，像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好，然后中央线你看刚好对到，然后呢，接下来是这个贴边耳朵贴边的部分，好，正面哦，好，正面跟它这样子对好。哎呦喂，正面对好，侧边，我应该要怎么说呢？这个的正面要跟这一块带身的正面正正相对。好，再看一次哦。这个贴边的正面要跟这个带身哈，因为这里有缝缝，你们看得比较清楚，正正相对，也就是它的缝缝两边都要看得到哈。你再去把它夹起来，这样子呢，我们这3块布料好要一起把它车一圈，这样子一起车一圈。好，来我们来车咯，3块一起车哈。3块一起车，就是把它车起来，这样子。3块一起车，这样子呢，你的束口绳这个地方呢就会被夹车在中间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做压线，好，把缝缝呢往下。好，我们来这里把它压线压起来，让它的这个把缝缝往带身的方向放哦，哈。然后我们再从正面这里把压线压起来，这样就会变得很工整。有没有看到？
好，这样子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带身呢3片接在一起，好，就会像这样子翻到这边给你们看了，你们比较看得清楚。好，这个就会夹侧在中间这束口袋的地方，束口袋绳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一样，先从下摆开始，也是把下摆呢先车起来，就是那个底部先车起来。那底部要车的时候，就又要剪牙口了，哈，牙口给它剪出来。那底部呢，你也是要把那个上下左右的那个中央线都做好，然后才能跟底部一起车。那我刚刚这里忘记留缝份呢，忘记留反口车得太开心了，对不起哦。这里要留一个反口哈，我们反口这个是留在侧边，好，这里要留一个侧边的反口，刚刚忘记了，车得太开心了。刚刚一直在想说上面的那个带口，像你要是跟我一样忘记留反口，就像这样，上下左右呢，上下呢再回针完之后，再把这个多余的线拆掉，这个反口就长出来了，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了，不是不能补救的。因为这一咖的带底我两边都有那个后部衬，所以我就不想要把那个反口留在下方哈。这样我们就把反口拆出来了。等一下我们就是可以从这个洞呢，把这个猫咪的袋子翻到正面来，好，然后我们袋底因为有缝后部衬，有贴后部衬，如果你那个这边再车的话，会觉得硬硬的，比较不好看了，所以我就把反口留在侧边。其实我现在有点肚子饿，有点语无伦次，太久，我离上一餐时间有点久。所以我现在有一点把豆腰，开心我被恭维。你知道我只要肚子一饿我就开始脾气不好，就会觉得我靠，肚子饿就是没什么耐心，真是的。好，不行，我要忍耐，我要把它吃完，因为等一下如果跑去吃东西，我就会懒得，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就会放着了，就会懒得一直做。好，然后呢，我们反口就跟我们的底部呢就跟那个刚刚表布一样哈，上下左右固定好之后，我们就把它车一圈。那因为有剪牙口的关系呢，就还蛮好车的。然后就这样把它绕一圈，还蛮好车的啦这个。那它因为布很软哈，所以你看它就会软趴趴的歪在旁边了，就不用像我们刚刚表布在车的时候都要把那个带身立起来，有没有？因为那个布比较硬挺一点哈，你就是要让它那个直立站着。那软一点的布呢，你要叫它站太站不起来对不对？所以可见那个圆筒包它的那个挺度9代布的挺度就真的很漂亮。那我也有用棉麻做棉麻就没有办法那么挺，但是呢它就是走一个那个自然软烂的那个路线很慵懒的路线，但是也不至于说整咖软趴趴，所以就是看你的喜欢。好，这个底部我们也车完了之后，最后我们当然是会把这个带口一起车，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先把小肉球给缝好。那小肉球缝好，没有，我先把那个低循环放上去，不然我等一下又会忘记。尤其现在我刚刚说饿到有点语无伦次了，一定要记得先把低循环的位置放上来。好，先车上去。好，我们低循环先固定上去，等一下才不会忘了要不然你这个猫咪不能背，我们叫它自己走路吗？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先把它车上去。好，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这边把它车上去。那这个记号线呢，它这个就是在它刚好的左右两边那我们的版型上呢就都会有记号线。好，像这样子，我们先把低循环缝上去之后呢，我们再来车我们的小手收咯，要来用手缝缝我们的这个小肉球那每一个
一只手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中心的肉球，跟3个像指甲那个小手掌这边，跟一个手掌跟这个叫什么指尖的部分啊，一大3小。那如果你要一大5小的几个小也随便你啊。总而言之就是做一个意思，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圆形在旁边呢，用平针缝，大约0.3公分的这个针距哈，然后把它绕一圈。我为什么刚刚会说那个小指尖哈要几个？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家那个淘淘的手，其实它的指尖是4个，只是我们每次画画卡通还是什么，我们都会画3颗肉球，就是觉得好像4个好像没有居中，怪怪的。但是实际上那猫咪的那个掌心，它大拇指是长在这个位，就是它的猫手像这样子的话，前面是4个小肉球，然后大拇指是在后面，那可是我们这个只是求一个意象就没有说那么的写实，说一定要4个手指尖特别解释一下，表示自己真的有养猫。好，这样子把它绕了一圈之后，只要塞一点点的棉花就好，不用太多就一点点，让它那个肉掌有点蓬蓬的，毕竟它是肉掌，它不是肿起来了所以不要缝一颗很圆的东西在那边，我们只要有一点点微蓬就好了然后呢，就把它缩紧，这样缩紧。缩紧之后呢，你就把你的那个针呢，那个线的那个头放到最旁边去。接下来我们就沿着它的边缘，把它放到我们的手的这个中间来。好，然后呢，就开始沿着它边缘开始缝。那你小心，你不要缝到后面的那个布料。好，就这样沿着它边边缝。你也可以在你的那个什么东西啊，你的那个布上面画一个圆圈，跟着线缝。但是我的画都是大概就是，因为每一只猫的手掌心也不一定都一样啊。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指纹也不一样啊。猫咪的那个手掌心看起来很像，但是其实你仔细看，每一只也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那个距离就是把它缝好，就算没有很圆也没有关系因为猫咪的手掌本来就不是正圆形的。那我们就像这样子把它缝起来。那你也可以穿到后面去打结，那我自己的话会把结打在旁边，然后再藏到中间去，把结藏到中间去，拉紧就看不到了，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是像这样子呢，以此类推，去把旁边呢就是3个比较小一点的圆形，然后去把它放在上面。那我就来慢慢缝咯。
好了，我们这个手收呢，就是用那个第一个讲解一下，剩的3个用快动作把它缝一缝，就让你们大家看一下缝完的感觉跟没有缝的感觉，你们觉得你们喜欢哪一种？有手掌还是没有手掌？那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欢去做。那就是像这样子塞一点点棉花就好，千万不要让它变成一颗立体的球就是让它有点这样蓬蓬的，摸起来这样软软的，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呢，等一下我就要来缝另外一边，之后呢，我们就怎样要来把这个带子呢给做起来咯。好，那我们把2只手收都缝完了，就像这样子我也没有说缝得很完美，因为我就是不想要太完美，我不想要把它缝得无敌正圆，我觉得那样就蛮没意思的。好，缝不好就开始找借口，有没有？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不要把它，我自己觉得啦，不用把它缝得太过于无懈可击，反而是一种可爱好，那我们这样子呢，把 D 型环也放好了，整咖带子都车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来把表布跟里布呢，表带身跟里带身呢，把它套在一起，这样子把它套在一起，然后开始来缝它的这个带口的部分。那带口的部分呢，就是猫咪的形状就是猫咪耳朵的形状。那我们就是把它先。那你的侧边你要注意你的侧边不是对这一条缝缝我们的侧边呢是那个 D 型环位置的地方，所以不要对错边不然你会车不起来。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的那个手的位置呢，不要在最左右两边就不要刚好在左右两边，这样看起来那个手就会往左右张开，就没有拥抱的感觉了所以我们的中央位置要注意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带口缝起来。那缝缝的话呢，如果是前带身的话，缝缝还是要往后边它的那个比较好看。其实这里上面打开也可以打开的话比较平好，我们把缝缝打开好了，让它平一点。然后呢，耳朵的话，这里都有弧度我们就是慢慢车。那耳朵尖尖的地方呢，就一定要车到然后呢，针朝下之后，我们的布就可以旋转，转来转去的。慢慢的车这个都完全的不急你慢慢车，猫咪不会跑掉我们就是慢慢车就好，不要因为车得很快，然后导致于你上面的这个角度该注意而没注意，比如说尖端一定要车到，比如说这个弧度要顺畅我们都要把它注意好。那小心车不要车到 D 型环不要让 D 型环往上跑的时候你车到你可能会断针自己会惊到。我觉得束口袋这种袋子有时候有些说坦白看起来就很廉价那我们要把它做得漂亮呢，做得好看呢，就是需要一点点注意，或是多一点点的设计感觉就会好很多。那我们这个猫咪呢，就是既可爱又有设计感，对不对？赶快自己鹅了自己。好，很快一圈，在我鹅了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一圈就车起来了。好，接下来就要疯狂剪牙口时间有弧度的地方都要剪牙口。那这个角落的地方呢，它耳朵角落的地方也要剪牙口，就把牙口剪好剪满了。弯弯的地方弧度大一点的一定都要剪。那猫咪的这个位置这两个角落
的牙口都要剪出来，好，你的猫咪耳朵等它翻到正面的时候才不会怪怪的。那猫咪耳朵尖尖的部分，这个有多余的缝缝，我们也把它剪掉，才不会太笨、太厚、太笨重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从刚刚的这个反口，把它翻到正面来，从袋底先拉出来，会比较好拉。然后慢慢的，它手手就长出来了。接下来嘞，当然就是猫咪耳朵也长出来了。好，那我们从反口进去，把猫咪的耳朵呢一个个的把它折好，翻到正面来，有没有？就第二个耳朵折好，翻到正面来，喵，好可爱哦！自己看自己开心哎，真的。好，我们耳朵每一个都把它折好，好，缝缝折好，翻过来，好，像这样子。是不是金钩锥？你看，有，猫咪来了，对不对？好，是不是？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耳朵的这个缝缝呢，给它稍微整理一下。那你也可以自己变化成小熊耳朵啦、兔子耳朵啦，哈。只是说你尾巴要换一下哈，小熊跟兔子可不是这种尾巴哦，哈。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变化的。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翻回来，从正面压线。那你如果你不压线也是可以的哈，那个袋口，好，也就把它烫平就好了。好，那我是做压线，来，我们就把它压个0.1，然后把压线压起来。那这里会车到有比较厚一点的地方，就慢慢车哦。所以再次强调哦，那个缝纫机呀。至少你要能够车厚布料，好，不要说你厚布料都车不了，那你像这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车了。来，慢慢的车过来。车这一圈呢，也是不能太急呀，哦，反正每次车到袋口，我一定要反复的讲，就是说你们不要急着哈，那个最重要的地方，然后却是因为太着急，然后就随便车，因为袋口真的是很重要，就是你最后好不好看，跟这个袋口很有关系耶。好，这样子袋口车一圈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反口也把它车起来，哦，或是如果你想要那个什么长针缝也可以。好，我们需要缝纫机的地方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把它翻到正面来。最后呢，就是要把这个棉绳穿过去，哈、哦。那棉绳我们就是要穿在这块布的那个通道里面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还没穿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袋底呢是一个椭圆，这够追呢，然后还有尾巴，对不对？好，那我们的这个棉绳呢有2条，它2条它的这个穿法我们是要左右竖起来，所以呢它是一条是这样，然后一条是这样，然后呢。你利用它在拉的时候呢，就可以这样子，束紧，好，然后再把它绑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来穿棉绳。那穿棉绳的话，它是有一个工具的。我说，我是有一只夹子啊，但是我现在那只夹子不知道跑哪去，我来找一下。等我一下。好，我本来有一只专门在穿这个棉绳的夹子，就我不知道把它丢到哪里去，就穿了那一些之后，我不知道把它丢到哪里去，所以我现在用回纹针哈，试着
试着去用，可能不知道好不好穿，好，就稍微给它夹住。反正总而言之呢，你就要像我刚刚那样子哈，然后把它那个怎么样穿进去哈，就是用那个2个交错的方式哈穿进去。这回纹针不知道好不好穿，反正总而言之呢，你就是想办法呢把它，我其实可以把它勾住哈，把它勾进去中间。应该以前呢我会蒙根耶啊，好，然后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穿过去。那最好是用那种有专门穿绳子的夹子，那个真的很好用，但是我现在一时找不到。然后我的备用的夹子在我们公司，我现在在家就这样慢慢穿。那如果你是有夹子的话，它就会相当好穿啊。那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一个一个弯这样，挨个弯这样子去穿这个绳子哈，才会它才能绑得紧。那我就现在先克难这今天给做排成，那我穿完之后我再给你们看好了，要不然我这样要穿蛮久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真的。所以大家就是就是有一些工具啊，像我那个夹子，要不是丢了，它也用不坏。它长得有点像眉毛夹，我以前也曾经在那个束口袋的那个影片啊，有拍给大家看过哈，就是那个非常好用，它前面圆圆的，然后就是很好穿过去。那要是有那只夹子，我现在一下子就穿到对面去了，真这样我被漏洗。但是就是克难啊，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话，你就像我这样用回纹针呢，好给它很克难的这样子，好也是到对岸了，还是可以过来，但是前面就被我戳的丑丑的。好，那我们就像这样子呢，一个一个过去，一个过来这样子哈。这一条绳子要这样子，好另外这一条绳子呢要这样子。那我等一下就来给它穿一穿，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哦。好，那我刚刚找到另外一只这个穿绳子的这个工具哦。其实这只我已经很久没用了，我放在后面都忘记了。它呢是前面有一个勾勾，然后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它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子开合，它很利哦，你小心不要穿到自己，不要插到自己。那这个呢是面对于比较长一点的，比如说裤子腰带啦还是什么的还是像这样束口袋，我们就可以像这样整只穿过去，然后勾住前面这里的某一处，然后你把它勾进来里面。好，只要这个头进去要小心一点，不要勾到自己。好，然后呢一拉它就会往这边跑。我刚刚有点掉了就是刚在这里太小心翼翼了，你把它勾住，然后让它往那边跑。所以我觉得啦，像这种棉绳啊，因为棉绳前面比较容易散开用夹子会好一点。那如果你要是都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用这种，你看它一次就可以这样直接把它勾过来，但是它前面就会散开。那如果你是松紧带什么的，那个密度比较高，你就可以用这种钩子去把它勾过来。那我们勾过来两边之后呢，我们就来打结，穿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打结了。那前面散的没关系啊，因为本来用久了它就会有点散开。这样子，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把它打结打好。把它对齐好再打嘿，这样子。那你可以把这个结呢，把它干脆用的毛毛的。如果你不小心像我一样勾的已经有点烂的，就干脆把它弄得毛毛的然后呢，打开就像这样，束口袋束起来就像这样，是不是？然后呢，把这个背带呢背起来，就把钩环呢勾上来，好，这样我们的整个带子就完成。那刚刚有说这个钩环的这个绳子呢的做法，你在其他篇应该都可以看到如果你真的看不到的话，我们还有一篇专门介绍这个
调整长度的这个背带的做法，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就是搜寻一下，用关键字搜寻一下。然后呢，我们可爱的猫咪束口圆筒包我们就完成了。哦，我们就稍微整烫一下这个底部呢，把它烫平一点哈，它就完成了。好，我们来把镜头呢给它弄圆一点，看一下它的可爱模样。好了，来这样子，哎呀呀呀，好，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小手手，小手手，如果你不要缝小肉掌也是可以的。那你的表情可以自己变化。前面有一个口袋可以装手机，哈，刚刚说了，直直的放，然后横横的放进去呢，它就可以收纳起来。那你也可以怎么样？可以放到后面来，好，就可以垂直放。那里面打开呢，当然也是可以放咯。然后你还可以收纳到长夹的这个高度，好，那当然短夹也是没问题的。好，然后里面还可以放一大堆东西，就是我说我女儿有实测，东西非常好拿好放，然后背起来也是蛮轻松愉快的。然后束紧之后，它的带身呢会变得比较圆一点点哈，因为束口的关系。那这个带口呢，我们要不要打结也都可以的啊，像这样子，然后把它塞进去，然后背起来就是这么的可爱。你看。整只，然后还有尾巴，是不是金钩锥？然后它呢有不同的颜色，这只是梦幻的紫色猫咪，真的长得蛮像那只叫什么东西啊？百变怪的。然后还有蓝色的猫咪啊，就是可以比较帅气一点的的蓝色猫咪，还有可爱的粉红猫咪，比较甜美的粉红猫咪，然后还有很酷的这个黑色猫咪，好，然后还有那天我女儿出去玩，把那个线给扯到了，所以我刚才说那个结啊要打大一点，因为这个我结就打比较小，她不小心就把它扯开来了，之后再来补救。好，然后还有米色的文静一点的优雅的猫咪，像这样子哦，所以不同的这个猫咪袋子呢，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啦，就是最主要是它也是很实用，因为我比较喜欢说做的袋子不只是可爱，那它也要好用哈，这样才会常常拿出来欣赏它，拿出来用它，这样子比较有这个要叫什么？比较实际，而不是只是观赏用的哦。左右看一下，不是镜头在咬，这是我在咬，是不是很可爱啊？好，所以喜欢的朋友怎样？赶快做一只属于你自己的猫咪吧！拜拜。做世间美好的事，就在清秀佳人